版的有英文哦。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。哇，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哦，会很大哎，有点像蛇龙那样，再长一点，再大一点的。哦哟，大尾，哇！大哥，你这个白虾养这个尺寸太可怕了吧？对，超级大白虾。这里面有养海菜，它里面也有沙鲁格菜葵，只是微生物会吸附比较多一点，所以水会比较干净。哇，这么多！它最主要就是一坨。哦，贵的呀，贵的。小米，哎，你看，要紧张啊！1、2、3，不行哎。来到台南啊，就是你心中一定会有对台南的印象啊，一定有小吃嘛，很多，然后很多庙，对，连那个齐天大圣的庙都在台南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去过哦，真的啊？因为我是拜齐天大圣，他什么老的东西都有，因为台南就是古都，对，古都台南嘛。首都。那我心中的台南呐，其实是神秘的。你去网络上啊，你去各地啊，所有人都会跟你讲说台南多好吃，然后讲不完、介绍不完吃的，然后你越查会越多，你会觉得奇怪，一个台南是跟一整个台湾一样大，是不是？说到台南，除了是美食古都之外，这里更是各类水产养殖业的大本营。不管是虱目鱼、乌鱼、各式鱼虾蟹，想得到的、想不到的，这里通通有。想要体验在地日常，走一趟养殖场就对啦。大哥，你好，大哥你好。哎，二哥来，现在前面已经在围网了啦。等一下，我们就可以给它收集起来嘛。收集起来啊，倒进这个万类共有步道啊啦。这几家来几家分大小。我开始种喽。要站稳。对。哇！啊，这个水上面这个绿绿的是什么？绿藻。绿藻啊。关门了。哇！哦，弹跳力很强哎！哦，它不在我的脚边，一个按摩师在那边，对。有没有看到两个把束口束起来以后，整个拖到刚才旁边那个长的那个分的区域哇？你看，满满的。现在这样看还看不出它的长相。没想到体型不大的泥鳅捕捞照样得大费周章出动围网。不过这只是第一步，辛苦的还在后头。他们其实好像不怕，量够多了，你好奇怪的触感啊！听说，你强调抓的话，你越用力抓越抓不住了。对，要轻轻的，这跟抓什么鳝鱼、鳗鱼一样的意思，对，用轻轻的，轻轻捞起来。有一个，我抓到了。它一直转圈圈，它其实也会，你要捏一下你的手啊，有人要出东西啊，跟你的手这样，很好玩啊。对，它咬你的手的时候是不痛的，有点痒啊。那个做鱼疗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手放在下面，我不想伸起来了。你自己伸，就是。真好耍啊！伊也在手脚把你蹭。那个好像在吸一样，嘴巴好像在吸你的手一样。等你无算这个，等你要有2袋要有算。哎，你有了，白白的嘞。它的肚子是真的肚子蛮白的。对。但是这个是我们俗称的
花泥鳅，它的背面是有豹纹的。有很多了。等一下，有了，哎，厉害！真的抓到了。只要稍微放开，它就要感觉到你是活的，它就会觉得你要抓它，对，它就有那种保护机制，它就跑掉。对，一开始还会有点搞不清楚状况。我越来越会抓哎，真的要很放松才抓得起来。你看，泥鳅就是这样，你给它压力，它就对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，放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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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放，好像玩太极一样。听大哥说，泥鳅属于鳅科，和鲶鱼、鳝鱼分属不同科别，在中医也被认为具有药用价值，才会有水中人参的说法。看，它会随用的塞子。有。它这个反正只要能过的就可以了。它这个大小都已经帮你尺寸都量好了。哦，是这样子。哦，你看，它已经在。哇！哦，留在里面的就是大的，就它就不会流出去了。哦，现在原来是这样子啊！怎么变成喷水池了呢？活力旺盛，活力旺盛。它到这个时候它会喷啊，这是把它弄起来，这里关这样子还不会那么重了，这里动这样。哦，无敌步了。无敌步啊，对手拿这里。好，你就要抓下去了，对手抓下来了。有吗？有，我们来分类。对手。有。不然你放手就啊，你放手我这样子放。好像洗一下，捞一下。靠水冲力，它把那个脚冲进去。哦，靠水冲这样。这样。它水有水就好了。对吧？水有水就好了。对啊，它这样都放进去。好，到。你们怎么都不用挖镜啊？好，对好了。对。可以啊，给我吧。来。你刚刚摆动的频率跟泥鳅很像。剩没几只。我那个肩膀没有挂毛巾是错的。来，看不到了。OK go！ 你看得到脏话是不是？要说这泥鳅有多美味，看看这些挂网的鸟就知道。为了吃，它们可是飞蛾扑火，奋不顾身。所以大哥也不得不祭出绝招来预防鸟类袭击。你要看大哥现在手上拿这个不是要庆祝什么，我们来拍摄，就是为了要赶那个白鹭白鹭鸶啊，夜鹭啊，这么喜欢吃这个哦，超好吃的，超喜欢吃的。就他们就是如果你网子没有弄或没有盖的话，它就会冲下去，差不多一天就出光光了。哈，你喜欢吗？那我可以。嘿，他不是一只来，哦，他会找很多好朋友过来。哦，绕狼来。几千只都有。哇，你这拜行，哇，哦，这香火鼎盛的。这泡有这泡做啦。啊，是安怎为安尼用？安尼用哦。挂几排？哎呀，伊就爱倒到遐，绑到遐啊。这个很聪明呢，它等于是慢慢烧，香慢慢烧，烧到这边，然后这一支就点燃。对。它再烧到这边，这个就点燃，这样依序，算是一个没有高科技的高科技计时器。那个计时器对啊，那个定时器啦。完全不需要高科技，但是概念很先进。这上哪里改？这妈妈改，种稻谷的也是这样啊。然后没有赶的话，麻雀很多啊。它是用稻草人嘛？稻草人也是用了，还是一样，它也是不怕。
甜，你说种甜的进产的嘛有用？系啊，嘛是用安尼啊。哇，安尼。这效好够会较好呀。嘿，唔是，迄是安慰啦。安慰，有帮有保庇。小香有保庇同意思啊。消磨啦，放这炮，无放安尼想要甲放，拢总爱本钱。一支哦，咱买大批哦，较俗啦，无来买咱3支一支10块啊，咱7支就70块啊，这炮这一份要安怎算？这一炮唔知有5角无？对啊，好来，会放哦，来加条。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微微耳鸣呢。对，但不注意的，像我们刚才在拍的时候，就嘣一声，我们真的会吓到。对啊，而且都在旁边而已。朋友嘿啊，我惯势哦，我袂感觉讲的啊。不说你绝对不知道，泥鳅不但是农村的家常菜，也是台南经典酒家菜的主角之一。尤其这道笋丝泥鳅更具代表性。透过大嫂的巧手，让我们也能体会当年当阿夏的口福啊。这个是小泥鳅啦，你吃到这种，你就不是丁香鱼了，营养价值，然后口感又好。跟丁香鱼差不多啊。丁香的话还会有比较那个刺的那个感觉还明显一点，这完全不会。是，它是没有刺的，这。对，它不要讲没刺哦，它连中间的骨头你这样咬的时候，你都不会觉得有那种嘴巴有咬到硬的东西啊，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，完全没有。小泥鳅吃起来很 Q 啊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名菜3杯泥鳅。鱼翅都不用吐出来啊，都直接丢给它吃光光的。哦，这样滑，不会被吃到。啊，你那个吃没有吃吗？吃的话，你就连那个骨头可以。蛮好吃的。那我说内脏也可以吃，全部直接吃。对，它的内脏，它整株都是宝。不会苦哎。那个也可以。没呢，没扣啊。没扣，都没扣。泥鳅是直肠动物，所以它的排泄物什么，它都前一天你把它抓起来的时候，它整个都会排泄掉，都不会残留在体内，所以你不会吃到什么味道。叫吐沙，它不有用吐沙，点像是吐沙的意思啊，让它排掉了。对对不对？绵的、绵密的，但是又不会说是那种软趴趴、烂烂的那种，没有口感。它最有弹性。对，有点像比目鱼啊。比目鱼吗？就是那个口感啊，有点像比目鱼，比目鱼再细一点点，再绵一点，再绵一点点。但你这样讲其实是接近哦。像你这么帅的人哦，常常吃泥鳅哈，我操，你老婆都娶不完了。哇，他这个补精益气呢。以前常听人家讲什么天上斑鸠，水中泥鳅，对，水中泥鳅，地下泥鳅，那是野味，就是指它的营养成分跟它的美味。对对。然后像你们讲什么水中人参嘛，对，在韩国讲水中人参，我有听过讲什么水中牛肉。这个煮法是你们这边都会这样吃，还是你们自己这样吃？应该是大家的3杯大部分都是这样煮比较多的。我是讲泥鳅这样煮。哎呀，台北我没看过呢。因为台北不是泥鳅的故乡。对啊，我以为你刚刚讲说因为台北不是我的家。淡水鱼哦，一般餐厅都比较不用。其实说真的啦，对不？其实类似可以煮3杯的鱼，就只有这一只而已。什么意思？剩下的鱼煮3杯茄有这么好吃吗？你有吃过吗？我好像3杯，我好像有吃过头沙，3杯头沙也不会这么好吃。没有这个好吃，对啊这个吃起来比较干净。对，就是很纯粹那个鱼它泥鳅的那个香味。对。但很奇妙，它泥鳅本身真的没什么味道。我觉得它的特色在它的肉质的那个口感。我迫不及待了嘛。也是名菜之一。迫不及待。名菜笋丝泥鳅。为什么叫名菜之一？名菜哦，就是咱古早味的啊，笋丝河流的古早味的啊。以前哦，迄种叫做那个酒店啊。这个酒店菜哦。这个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它的皮的感觉，它那个皮吃起来有点像石目鱼肚。你吃石目鱼肚的时候，会有一个非常油的那个口感进去你的嘴巴，然后就会化掉。所以你说它皮下的脂肪啦，它皮的这个油脂是很多的。其实刚刚吃那个3杯，它被榨干，那个油脂其实是没有感受到。它吃这个的时候，那个油脂就非常丰富。
绵密细致的口感，不愧是阿夏必吃的鱼种。而且不止泥鳅，在好山好水的台南，透过在地养殖达人的点滴经营，就连各式虾蟹贝类也都让人赞不绝口。位于北门的黄大哥养殖出的巨无霸大白虾，就是代表作之一。啊，这个大哥你们是一样是混养，跟萨巴鱼混养，跟虱目鱼混养的。嘿，放虾笼，放虾笼这里面就有虾笼了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拉喽。我们下来，这个小心这里。小心这边。来，你们先站上来。对哦。靠右一点，你靠右一点。平均啦，平均分。平均分重量。脚不要踏到绳子。好。那你们先蹲下。好，我们蹲下吗？对，先蹲下，因为我怕移动，你们会掉下去。OK。虾笼是早上放的。昨天放的。虾笼就是整片，它虾子碰到网子，它会往下面移动。它上面你只可以站起来了。站起来了。站起来，然后慢慢拉上来。哇，这个只有一点点呢。对。OK。哇，跟我想的不太一样。会很大有点像蛇笼那样，再长一点，再大一点的。来，这个很大。对了，后面这样是对的。等一下。然后虾子就在后面。你们这个虾子算是大尾，哇，全部都白虾。等一下，加油！我去拿那个笼子过来。好，我们先收，边收。哇，碎了，要到尾，直接现拿一只。其实尺寸其实都差不多了。我挑一只，我目前看起来觉得不低的是。对，其实蛮大只的。哇！照，你帮我把它这个尺寸，这个是白虾。哎呦，跑掉了啦！把最大只。哇！大家你看到那个尺寸的啦，那个真的很大只哎。这个白虾养到这样很可怕哎。这个我以为是泰国虾。大哥，你这个白虾养这个尺寸太可怕了吧？对。对，超级大白虾。等一下，你这怎么反应？这个对我来说还好啊。真的来讲，没有再更大了吧？有，大概都这个 size。那这一起瓦布啊？去年的。白虾可以到这么大，真的，这已经快要，这个可以斑节虾。斑节虾。有一种虾，大家会讲斑节虾。有那么大吗？可以到这么大。这只也很大。哇，这一只超大，这是最大，这一只好大。哇！这个比我的手还大。这个已经可以变成是外面那个大明虾嘞。这个算是比较特级的。特级哦，这种算特级，还是有分就对了。对，有分级，虾子有分级。这可以吧？可以，你试试看。可以啦，可以直接吃。我这是在帮你检验哦。这个没有大哥没有乱放药，没有乱什么，对啊。干净呢，就真的是。对啊，吃生鲜这样子哦。可以，你看它的这个就知道，它几乎没有什么肠泥啊。因为是昨天一直放到现在，所以这一只可能是昨天进去的。它就稍微，可是也是干净啊。对。因为不干净怎么可能放一天啊？肠泥就没了。光虾肉比我大拇指还要粗。我没有骗你，这样看最清楚。这个酱油瓦萨比不用，直接就是最新鲜的哦。你看，连肠泥真的都没有，干净。哦，够甜吗？好脆哦。等一下煮好了更脆。我觉得煮更 Q 了。可能我觉得是比较适合我这个老外。哦，等一下你也可以吃一个看一下。你看我们家一只虾，整个嘴巴满的，肉质超 Q， 而且甜，真的甜。你也可以试。真的吗？反正你吃熟了，你等下吃熟的。等下吃熟的一样。无毒生态混养的巨无霸大白虾也太惊人了吧！身形几乎已经是明虾的等级，现捞现尝的鲜虾沙西米，滋味更是让人惊艳。最后，就连咱们吃货班杰也忍不住想要尝鲜一番。
啊，这个中间这个黑黑的要拔起来。不用，那个不是，那个不是它的脏东西。哦，那是它对内脏。那 OK 啊，没有内脏在头。好，干净。扎鲁格菜根。哇，这么多啊！它最主要就是一坨土。哦，微生物会吸附比较多一对点，所以水会比较干净。网络版的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。很脆啊，你是流眼泪啊？刚洗眼睛的。有什么？有那个回甘了。对，好奇怪哦，吃起来咬下去那个感觉有点像吃小黄瓜。小黄瓜，它脆的那个声音那个脆的啊感，觉。对啊，然后后面它就变软软的，就变得像果冻。听黄大哥说，要能这样现捞现吃，关键就是水质环境的维护，而最大的工程在这里。这一池是我的循环池，就等于是净水池。你看那水又会比较清澈一点，是因为这里面有养海菜，它里面也有不同品种的类似淡菜的品种，扎鲁格菜根，然后它会吸附一些脏东西，比较脏的水质，微生物会吸附比较多一点，所以水会比较干净。然后干净之后，我们就再打到原来的池子做循环。它是自然的天然的过滤哦，就不同的方式去把维持的水质啦。它最主要是有这种竹丝线哦，最主要是这个竹丝，这个会吸附在文革上面，所以会让人家讨厌。它会产生把它吸附，让它没办法呼吸。它会再大吗？因为这个蛋菜很小呢，跟蛋菜比起来，对啊。可是这个也可以吃，等一下我们抓一些，等一下做一道菜。哦，好不好？这个跟我们平常印象中蛋菜，一般蛋菜至少会这么大。对啊，至少要这样子的大小吧，这样子的大小吧。啊，这个怎么只有这么小？这个连一半都没有。可是这个肉质也很好吃的。是因为好吃，所以用这个，或是因为它可以过滤比较好。对，它生物过滤比较好。生物过滤也不错。我想说，你可以直接养那个大的蛋菜，不是更好？没有，这个是因为它直接进来，它就长在这里，然后我们就让它做。这不是大哥刻意养的啦，不是刻意养的，它是自然，它本来就在啊，自然进来的，其实海水进来比较不好，可是这个可以吃。哦，反正外来种嘛。对，外来种我们就把它吃掉。果然隔行如隔山，没想到看似不起眼的海菜和菜蛤，竟是过滤水质的最大帮手，而且还能食用，真的是一干二口，猛拿干四口。哇，这么多啊！它最主要就是一坨土。哦，它就吸附在，如果文革让它吸附在一起，它就没办法呼吸，就死掉。对，它就死掉。所以这个其实是我把它洗一下。对养殖文革比较不喜欢，很不喜欢。我要把它洗哦。我刚才不是连着泥巴一起哦。对。它虽然有附着泥巴，但是它主要是像大哥刚才讲那些竹丝线，竹丝线有没有？对，竹丝线全部都粘在一起了。它其实是很多竹丝线粘在一起的。啊，这是泥巴。对。但它里面等于是。竹丝线有没有看到一丝一丝的？我把它刷一刷好了。就不是故意整坨抱起来，所以它生长一定都是一坨，对，一坨的。它是生长在哪里？在土里面。土里面，然后也会附着在那个竹筏啊，或者是底部。对，底部，这个几乎都底部。所以这个整个池底部应该都有它了。对。那可是很多哎。可是为什么会养红鲟？对，为什么要？因为红鲟大一点就开始吃这个了，它变成它们的食物。这个就是真正的循环。对，就是天生它本来大自然的循环的，不然它就长太多了。可是有红鲟就可以平衡一下。对，平衡。像这个，有没有看到？来，你们看一下，这个就是红鲟下去吃它了，开始吃它。哦。红鲟长大，它就把它夹开，它就开始吃了。吃里面的肉。对，它被红鲟吃过了才是这样。没有开掉的是死掉的。壳有开掉的。它壳有被红鲟碎掉的，它就是有被红鲟咬，这个都红鲟咬的。这个就是很清楚的，它在泥沙里面，这样看得到吗？对。然后你看这边有好几坨，有没有？都是一坨一坨的。一坨，但是我这边都是死掉的。没有啊，这个都活的啊。哎，大哥怎么随便抓都活的？我随便抓都抓的。
这个一拿起来泥巴就全黑了，你看不到，然后把它冲东西。哦，很多大哥，你这泥沙底部都一坨一坨的。这个红鲟当它的食物最好了。随便抓，他们都是开的。那也好，大哥，我什么运气啊？开的来一点啊。对，过去大哥那边一点。除了菜蛤，循环池中养殖的红鲟更是一绝。生活在干净无污染的水域，只觅食天然的藻类、贝类，所以滋味比起野生红鲟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这一笼是什么时候放上去的？昨天晚上放的。我切那个小只的虱目鱼哦下，去，看可以抓到几只。红鲟对，红鲟有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，真的有一只，真正的哦，红鲟。因为它那个虱目鱼放很多哎。对，因为但只有一只它第一次放那个笼子，它还不知没有道。很习惯。哦它现在还没有很快的出来觅食的，因为还不够大。它慢慢就开始把扎鲁格、菜蛤，它吃了之后，它就变大，它就会一直找食物。一只。对，一直。哎，小心。可以，我来了。厉害哦！我们等一下这一只就可以试一下。没想到只是一旁小小的循环池就惊喜连连，而且黄大哥为了让我们品尝到这些难得的海味，更是情商帮手，直接在池边办起外汇。贵宾在吃的。对啊，贵宾在吃的。对啊。这个比较费工啦，它就真的很特殊啦。啊，你讲够被杀鬼是它有煞鬼，它才会开水啊，嘴巴张开，它可以把肉挖。那个甜哦，所以你只要取肉是不是？对。哦，不过那边伤老啊，是安怎？不会。没有。他们在处理就稍微穿烫一下而已。台湾很多。一边这样几块钱。哇，那这唔这都唔是的。这个洗到腰会痛。做太高，不做太累。对，很多在地人他觉得这个是害虫。真的？对啊，他这个母蛤会吸在，他们就很讨厌这个。所以就直接弄破弄死，不理它就对了。对，这个对。洗干净就可以了。厚。没想到菜蛤的料理这么费工啊！得先清洗、去丝，水煮过后将肉挑出，再调味拌炒，才算大功告成。绝对是一道功夫菜来的。哇，够甜！把这些嚼，你光看它的头肉多厚，生的其实真的就很甜，很好吃了。以我对，但是这个手的感觉比餐厅还厉害。I am ready。好，够。手味我觉得真的比较好吃。每个人喜欢吃的方式会不一样。不是，我们煮熟了，那个甜味是马上出来啊，它不用等它回甘啊，一咬下去就甜了，而且脆度也没有流失啊。对啊，它煮熟后反而其实更弹的。它这个弹性了。它的蛋白好扎实哦，很难吃出蛋白来。对啊。哦，你看这个虾红素，你看你们虾红素好嘴巴扎实，都红了，嚼劲非常好。这个大只，但是它是从头甜到尾。又有一个很少见的，基本上外面我也没看过的，一次吃4颗，好不好？我先吃哦，迷你蛋菜啊。好甜哦！我爱吃，可以吧？它味道像是浓缩的那个蛋菜，因为蛋菜有些大只，但它味道不会那么浓郁。这个是浓缩版的，这个有点像那个吃起来有点像那个扇贝的唇。扇贝的哦，就是它没有那个肉，它是唇边。对，它是唇边的感觉，那个口感的弹性。对，它这个很扎实的。而且它有点像豆腐，你用九层塔去炒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就会吸收那个九层塔的味道。香味，不知道这个高多不多？哦，可以哦。有勾了。哇！有，它不会炸开。很厚。不错不错。哇，满的。漂亮。爆了。
哦，很甜。这个应该是超甜的。哇，超甜的。那个糕，加奶油加糖。对啊，真的好浓郁，好甜哦，好扯哦，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除了海鲜，来到台南的季节限定美食，当然不能不提到关田的菱角。大约从9到12月，只要路过关田，就能闻到浓浓的菱角香。这个菱角通常都是在一些蓝色的卡车后面看到，那是已经要准备吃的状态。对。那可是菱角现在这样怎么看呢？对啊，你讲哦，菱角在哪里？这边这边哦，OK。这边，对，哦，它是这样子哦。这样子颠倒过来看以后，真的有点像是，就是你说啊，什么荷花、莲花底部哦，会不会踩坏它？会踩，慢慢踩啊，慢慢踩啊。就是要避开啦，你走时候要小心，要避开。对。它有连到底部啊？就在那个土里面嘛，这个根呢，这根部，这个根有抓到土就对了。对，一定要。所以每一柱都有一根会钻到土里面就对了。这个很难不踩到它呢。对。那踩到没关系吗？不要踩断。不要踩断就好。不要给它踩断。我的脚凝住了。哎，黏住了。这个是可以这样子绑在身上带，绑在身上带着走了。对。哦，贵了呀，爱接了呀，贵了。小米，安尼较轻松啊。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倒到水里面？这样都不一样吗？哦，这样都不一样。哎，真的没有全开。这个要用水洗过，它才可以分成熟度。网络版的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。贵的较轻松吗？有这种说法？叫贵的。跪着。哦，跪着。可是跪着，跪着更容易弄到。跪着。对。他们要给它打开啊。要打开。好，先打开。打开。展开一个空间。它跪着更容易感觉很容易压到它。跪着。呀，但为什么要跪？为什么要跪？感觉有点。真的哎，哦，你看你这油，你这油跪到你呢，哎呦，会闪掉，比较凉，对不对？对，比较凉手，对，下半身凉凉的。对。我刚刚觉得很热，我一跪下去，我先觉得说那个泥巴这样子包围我的膝盖有点奇怪。小半截就觉得舒服。对。后面就觉得说我的那个下面的那个恒温器是有降温一下。降温。对。没想到现实中踩菱角一点都不浪漫，除了得顶着大太阳跪在泥地上缓慢爬行，还要小心翼翼，不能把菱角的筋扯断，真的会让人有进退两难的感觉呢。啊，这等起来了，这没是等起，这就坏掉了。啊，这就不坏了，死掉了。哦，死掉了，它变肥料。这个那个根子这样断了。对。哦，这也多。不是我用断的。不是你用断的。我刚才看到已经漂浮在那边。这个是我用断的。对不起。用断了。你小心用掉太多，大哥把你这边埋在这边当肥料。啊，怎么样算是可以？啊，这个你看看，这个就多了。这个可以，这个2个可以。这个不行。这个不行。为什么？看起来太小了，下树了。下树。这样啊，对，这样。我看差不多。差不多了哈。6月开始种，6月份。6月种。种下去。9月100天吧，100天开始嘛。100天就可以了。所以它1年可以收一次而已。就一次，就3个月而已。3个月了。存的时间呢？对啊。所以现在是算是稻米的休耕期。对。你就种菱角。对。OK， 收获。班姐，刚才大哥讲了一句话啊，他说我们这个田等一下还要再清理一次啊。啊，我说为什么？他说这个都踩烂都死掉了，要清掉啊，不然会影响这个。对，生长。我说你们平常办的时候就采收都不会这样吗？他说就这样子，不好 Q 洗头喽。明天叫我们不要来。太难了，这个是有技术的了。对啊，你看我们跪的，我们用跪的这一边。从那里开始跪？你看这边都死。我们把它整个搅烂了。从这边开始，
越来越乱，越来越乱。对，到这边稍微好一点点，所以我们算是菱角世界的哥吉拉。对，你这样讲，我们菱角田杀手。完蛋了啊！采收起来的菱角可能还不够赔我们弄坏的。倒是听大姐说，接下来的工作也一样不轻松啊。全部打开以后，直接倒水里。对，没错。1、2、3，不轻哎！等下轻点，你慢慢倒，全倒哦。全倒。哇，好尖呐！对，往后。这样子，用倒的。你死掉了啦！没有全部打开了，这一个没有用开就难怪。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倒到水里面？这样就不一样吗？哦，这样都不一样哦。哎，真的没有全开。这个要用水洗过，它才可以分成熟度。啊？什么意思？因为它这个上来，然后浮在水面上的是熟度比较不够的，沉在水底下是熟度够的。所以这个就不要了。没有，这个是当蔬菜，下面是当零食，熟度的问题。我知道，熟一点的代表它的淀粉质大，对不对？淀粉质高，所以它就会下沉。对。啊，这个就是淀粉质比较少，比较重吗？它就沉到底部啊。比较重吗？我感受得出来。哎，范姐，你知道，有时候在水不是看重量，是看密度。密度。是看密度。对。所以淀粉质它密度含量高，它就高啊。我这样子称重是感受不出来，但是现在压这个比较软，这个是比较压也感觉出来。这是比较熟还是不熟？不熟的。不熟的。不熟。压这个。对，这是不熟的。太厉害了。对，有差。比较硬哈。对。先捞上面。先捞上面。不能捞到下面哦。好。这里也有。啊。所以每一次采收回来都要这样子。对，一定要经过这一道程序啊，因为它有的会把它夹比较软的，它还是会夹在中间，你都要用这只把它。哦，让它有些再浮起来。对。采收起来的当下，菱角的熟度就不会再改变，而熟度够的直接蒸熟就很好吃，不那么熟的直接剥出菱角仁便可入菜。来，我教你们。哇，特别高。这个地方有一个比较凹的地方，你刀子要先握好，刀子要先握好，然后从这个地方比较凹的地方把它挖下去，小心哦，你的手要小心。这样子，对，下去，对，然后翻过来，对，还是你要用在桌子上会比较安全。哦，哎，为什么翻那么小一片皮哦？小心哦，你觉得这个真的比较轻松吗？是。一只手要抓肉，一只手菱角。好棒！网络版的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。一个角度了，一个角度。对，一个角度，还是你放桌子上会比较好用。对，可以。好，然后呢？这样子，然后再把它翻过去啊，再把它剥开。啊，要顺时把它这样剥开。对。这个。慢慢把它的那个皮剥起来。对，大力挖过。对，这样说我感觉我好无能啊，超级无能的嘞。但是看你像小孩子一样可爱。往前，对。哦，啊，对。啊，又断了一个脚啊！因为你翻没有翻好，就会断脚。难怪人家说熟能生巧，我们跟大姐的手速大概差了有10倍吧。嘿，班姐，我看别自讨没趣，我们还是负责吃就好啦。很脆哦，刚蒸好的，很香。哇，好香哦！好香哦！它这个香气哦，哇，啊，你看它蒸出来的水，颜料，啊，这是什么？盐巴。为什么要这样马上撒？趁它热的时候，赶快把它撒，它才会渗透进去。好像它里面有盐分，是不是？对。啊，可是它不能加在一起煮，煮了它甜度会跑掉。它摇一摇，你看。它这
个只是让它趁那个皮毛细孔还开的时候，它会渗透进去。对。咬好就带走。对，然后用电风扇把它吹凉。阿妈弄给你吃的。就直接掰，对，掰一掰。哎，已经不烫了吗？你手这样子，直接这样。一定很烫啊。烫不烫？没有到很不烫。对，就这样。哇，好香哦。对啊。有圈定就可以。不是这样咬啦。没有，直接。对。哦，是这样的。不要跟我说你第一次吃菱角。他第一次吃菱角。我第一次，应该算吧。应该算啊。就是自己剥了。哦，自己剥。应该也有吃过人家剥好的。好甜。香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最好吃最香。太幸福啦！刚出炉热腾腾的菱角，香气十足。如果没有来到产地，根本吃不到这样的滋味，更别说这一道在地人特调的菱角排骨汤，简直是有人犯罪啊！哇，你看它煮的那个汤已经滚到都变成这样白色的，还要加东西。哇，这个是灵魂呐！NC。哎，怎么吃起来有点像挖米耍？好香哦！对啊，有点挖米耍那个味道，就是就把那个挖米耍那个黏而已。这不是在开玩笑。菱角煮熟以后就会像这样，放进嘴巴其实有点像奶油融化的感觉。你看啊，很硬的，刚才很硬对不对？脆脆对，我现在这样一压。这块排骨我刚咬到它油花的地方，那它的油花的吃下去之后，会有一个菱角的回甘。啊，真的？哎。油的地方，可能因为它的那个汤汁还包覆在外面，对，绵绵的，对不对？而且跟一点点的汤，对，这样子一起吃，同时就绝配了。这样吃，微吃得出它菱角的那个淡淡的香味。难怪给我这么大一个汤勺啊！一只手要抓肉，一只手菱角。好棒！很幸福。再偷吃，这不需要啊！你一吃2碗，我吃1碗而已。而且你的那个碗太大。哦，你第2碗也很大。没有。你还要再吃1块？就看到闻到就忍不住就要再来1块就对了。不夸张，在场所有人都一口接一口，不敢相信原来菱角、排骨和香菜的组合会让人这么失控，满满一锅汤几乎见底。倒是吃饱喝足后，老板娘推荐的甜点一样很有台南 style， 随随便便就是100年历史啊！ OK， 您家开几档啊？109年，超过100年的老店，这算是传承吧。现在看到的料跟以前是一样的吗？以前那公在卖的是料没有那么多，没有这么多啊。那我们可以怎么点？就是有几种口味都可以啊。看你要选几种都可以。这个选几种？没有限几种的。哦，全部什么意思？没有限种，我全部都要就可以了。对啊，乡下都是这样啊。比如说我要1碗，全部都要。啊，价格呢？有比较贵吗？1碗40块。你家全部也是40？对啊。啊，加一样也是40？对啊。啊？网络版的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世界第一点。那这个碗是碗长这样子，对。啊，我可以全部加料也是40？可以啊。哦。那我们来一个超级重，40块太便宜了吧？啊，你看是手工的那个。就是爱玉吧，爱玉，这东西是自己做的啦。哦，你这个也都自己做？对啊。哇，你用料是不是太多了？这真正传统的。哇，你这个淋上去就味道是对。对。AKB 的 feel。这个我就没看过，这个撒这个在上面。真正传统，我小时候就是真的。小时候我也是吃这个米的，但是假修诶，对。假修诶。哇，漂亮哦。像面糊这样。啊，这个等下是把它这样拌进去吃嘛？对。哇，40块1碗，料多实在，重点是只要40块哦，真正小甲烤出来，
而且面茶，相信很多朋友是知道吃热的，吃冰的，我也是头一遭啊。一个综合米茶，我这个是那个荤桂米茶，哇，2种，这个味道很惊人嘞，惊人吗？太多讯息哦，太多讯息。那个蜜饯的部分就是酸，但是那个米甜又是一种好像甜甜的麦片，感觉有点牛奶的感觉，超妙的。嗯，有没有吃过？外国人在吃这个的特殊感觉叫麦片牛奶。这个要拿起来吃啊，这个荤桂真的太 Q 了。假假呢？啊，很舒服啊。主要是台南太阳太大了，融化的太快。对，看一下，它米得很纯，很香，它的那个荤桂好好吃，吃起来怎么有一点像木耳？你说哪一个？荤桂吗？那个荤桂。对。透过和班杰的深度在地旅行，是否让大家看到更不一样的台南？别犹豫，好好规划一趟专属于自己的旅程，你也一定会发现我们所不知道的台南。